林先生，您父亲的 ICU 费用已经拖了3天了，要是再不交，我们只能把床位停了。我知道，我今天一定想办法。姓林的，别装死！60万的债，你准备什么时候还？要是再看不到钱，我就亲自去医院拔了你老子的氧气管。1个月，这1个月我一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不然你现在就算把我腿打断，我也没办法拿出那么多钱。行，就给你1个月。要是没钱，你这双腿就别要了。创业失败，公司破产，父親重症住進 ICU， 妻子最後也丟下離婚協議離開。別人都笑我這輩子就這樣，雖然日子苦，但我絕不認命。實在不行，就去收廢品，只要能掙錢，什麼活不是幹。喲，這不是當年的林大老闆嗎？怎麼改行來我這地界撿垃圾了？我幹什麼跟你沒關係，我靠自己雙手吃飯，不丟人。讓讓，都這樣了還敢跟老子狂？當初你風光的時候看都不看我一眼，現在毛都不剩了，還在這裝什麼清高？好狗不擋道！這古玩街的後巷也是我的地界，你想在這撿破爛，交管理費了嗎？檢測到宿主血液，廢品鑑寶系統綁定成功。本系統可識別一切舊物，提供估值。廢品鑑寶系統還能看到物品價值？難道我轉運了？這破罐子值6萬，這系統不會是忽悠我的吧？不管了，死馬當活馬醫。怎麼盯着個爛罐子看出花來了？這玩意兒舊貨市場10塊錢3個，也就你當寶。我看什麼跟你沒關係，現在還不是起衝突的時候，等周姑走了再仔細研究。別急着走啊，既然你這麼稀罕這破爛，我幫你驗驗貨。你說這一棍下去，它是碎還是不碎？周虎，你有意思嗎？有意思啊，特別有意思。看着你緊張個破罐子的樣子，比什麼都好玩。為了個破爛連命都不要，真是個賤骨頭。我們走。是不是真的？找個地方驗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是真的，爸就有救了。老闆，您幫我看看這個罐子能值多少錢？你是把老子這兒當收破爛的了？這種破罐子你也好意思往我櫃檯上搬？瞅瞅這釉面，發灰發暗，分明是地攤上的劣質貨，擱這兒糊弄鬼呢。這罐子……行了，別在這浪費老子時間。看你那副窮酸樣，200塊錢拿走滾蛋！這破罐子也就配拿回去裝鹹菜。陳哥，你怎麼在這兒？磊子，你在這兒上班？混口飯吃。陳哥，你這是來賣東西？你們認識？老闆，這是我發小，以前做生意的，人很實在。哼，實在。拿個破罐子來糊弄我，陳哥，這老闆脾氣大，你別跟他硬來。老闆，這罐子我看着不像普通的舊貨，你要不再仔細看看？不用看了，200塊，愛賣不賣，不賣就拿着你的破罐子走人。那我不賣了。等一下，等一下。朱總，什麼風把您吹來了？路過，順便看看王老闆的生意。這罐子是你的？是我的。你想賣多少錢？我也不太確定，但我覺得它應該是真的。朱總，您別聽他瞎說，這罐子我看過了，就是個仿品，我正打算打發他走呢。你憑什麼覺得它是真的？我查過一些資料，這個青花的髮色，還有底款的寫法，跟雍正時期的特點很像。你說的沒錯，釉面純淨，青花發色古樸，底款規整，這是雍正官窯的真品。蘇總，這怎麼可能？我出6萬，你賣給我。怎麼嫌少？品相上雖然有些磕碰，但6萬是個公道價，
不，6万可以，可以的。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好东西可以直接找我。谢谢苏总，系统说的竟然是真的，真的是6万。王老板，眼力这东西不是开店时间长就有的。302床，林建国的 ICU 押金，快！你父亲情况恶化，手術必須提前到下周，還差30萬缺口。30萬，您放心，只要我還有一口氣，錢一定會湊齊。磊子，你怎麼不在店裡上班，跑這兒來了？我剛跟那個死胖子大吵了一架，自己辭職了。那家黑店我早就不想待了。陳哥，以後我跟着你混行不行？行，以後我一定帶你吃香的喝辣的。姓林的，聽說你拿了我們古玩街地盤上的貨賣了錢，在我的地界撿漏，不交點份子錢就想走？周虎，我記得你之前犯事剛交了一大筆保釋金才出來吧？現在你帶着10幾個人拎着棍棒堵在醫院門口，頭上3個高清攝像頭全程錄像，我這邊也在錄音。尋釁滋事聚眾鬥毆，再加上恐嚇勒索，數罪並罰。猜猜你這次能在裡面待幾年？磊子，打電話報警。好，算你狠！你給我等着，撤！陳哥，他會不會回頭再來？他剛交保釋金，短期內不敢再犯事，但以後得防着點。周虎不會善罷甘休，這次靠監控嚇退了他，下次不一定有這麼好的運氣。爸的手術費還差30萬，光靠翻垃圾堆零敲碎打，得湊到什麼時候？上次系統幫我發現了青花罐，既然它能識別寶貝，那我應該去東西更多的地方碰運氣。磊子，附近有沒有大的廢品回收站？有，城郊有個廢舊家具回收站，全城的破爛沙發、舊椅子都往那兒拉，堆得跟山一樣。就去那兒。去那兒幹嘛？那全是當劈柴燒的朽木頭。朽木頭裡也可能藏着好東西。陳哥，這全是當柴燒的朽木頭，能有啥寶貝？兄弟，這破椅子塗了綠漆，全朽了，當劈柴都沒人要。50塊，這堆木頭我要了。成交。林晨，你收破爛收出毛病了吧？這種扔路邊都沒人撿的爛木頭，你還花錢買？就是這種綠漆的朽木頭，白送我都嫌佔地方。就這破椅子還當寶貝呢。睜大你們的狗眼看清楚！這紋理，這味道，天哪，這是極品小葉紫檀老料！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50塊錢的爛木頭怎麼會是紫檀？你這雙眼睛好壞不分，只會看人下菜碟，勸你趁早捐了。你小子也就是走狗屎運，瞎貓碰上死耗子。林老板，您這眼力絕了，我算是徹底服了。木質堅硬如鐵，牛毛紋清晰細密，香味醇厚不散，確實是極品小葉紫檀老料。這品相我能給到你18萬，立刻給林先生轉賬。加上之前的6萬，一共24萬，手術費還差6萬，後續康復的錢還得再想辦法。多謝蘇總，以後有好東西我第一時間找您。陳哥，18萬啊，咱們發財了。還差得遠，我爸手術費一共要30萬，現在還差6萬，術後康復護理費還得一大筆。走，先去醫院交錢，剩下的6萬我再想辦法。攢了1周的廢紙鴿和廢鐵，雖然沒多少錢，但能湊一點是一點。爸的手術只剩1周了，必須盡快。這事不會就這麼算了吧？就這堆，這是他明天一早要拉去交貨的廢紙殼，把東西給我埋到最底下。虎哥，這是破壞電力設備的重案贓物，要是被查出來，可是要踩好幾年縫紉機的。老子就是要讓他牢底坐穿，別廢話，動作快點。陳哥，這車紙殼子全都綁紮實了，咱們先去大站賣了，多少能換點現錢。雖然沒多少，但蒼蠅腿也是肉。賣完這車，咱們再去別的地方看看，說不定能撿到好東西。警告！警告！檢測到極其危險物品。
警告！警告！檢測到極其危險物品。陈哥，到底怎麼了？你臉色怎麼這麼難看？紙殼底下被周虎埋了特種通訊銅纜，是重大刑事贓物。什麼？那咱們趕緊報警吧！來不及了，周虎肯定已經報了警，就等着在過磅站抓咱們現行，人贓並獲。那怎麼辦？咱們這可是要進監獄的呀！別慌，磊子，你現在聽我指揮，咱們給他來個偷梁換柱。周虎的大卡車昨晚就停在廢品站外面，你把紙殼重新裝好，別留痕跡。我去把這份大禮給他送回去。警察同志，就是他收赃，赃物就在这堆废紙壳底下。林晨收赃了，怎么把警察都整来了？有人舉報你車上藏有失竊的特種通信電纜，請配合檢查。慢着！周虎，你這麼篤定我收贓，要是警察同志掀開什麼都沒有，你這就是惡意誣陷。你敢不敢當着所有人的面跟我打個賭？死到臨頭還嘴硬，要是沒有，老子當場給你跪下叫爺爺。好，警察同志，既然他誣陷我，為了公平起見，如果我車裡沒有贓物，我要求立刻搜查周虎的大卡車。你算什麼東西？也敢查我的车？怎麼？難道是你心裡有鬼，不敢查嗎？可以，不過現在得先查你的。都退後！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我明明什麼？明明你親手埋進去的。你放屁！肯定是你提前轉移了。警察同志，該查查他了。周虎，這作何解釋？不，這不是我的，有人陷害我。陈哥，我剛聽道上人說，周虎找了個小弟頂罪，因為證據不足，今天早上剛交了一大筆保證金被保釋出來了。這瘋狗肯定在找機會報復，咱們要不要先避避風頭？出來正好，上次他栽贓陷害，差點送我進去，這筆賬我不從他身上連本帶利討過來，怎麼對得起他這麼費心？可是叔叔的手術費還差最後6萬缺口，萬一出什麼岔子……放心，跟我走。機會來了，後面有尾巴，等下配合我演場戲。我的天，雷子，這是明代宣德爐的半生瓷，拿下它，手術費全有了！太好了，陳哥，這下叔叔有救了。老闆，這瓶子我2萬要了。2萬，窮酸樣。3萬，這東西是我的了。周虎，你找茬，我出4萬。陳哥，4萬可是咱們所有的錢了，別跟瘋狗爭，犯不着啊。5萬，林晨，你那點破錢也敢跟我叫板？各位專家，給我好好長長眼。明代宣德爐的半生瓷。哦，口氣不小。老頭子，我來看看。這可是老子交完保釋金後5萬塊劫來的大漏，起步少說也得值個大幾十萬吧？大幾十萬？你去義烏小商品市場，30塊錢能給你拿一對。您開什麼玩笑？我這可是劫的別人的大漏。哼，這連最基礎的做酒工藝都算不上，純粹是現代工廠的機器倒模劣質品。你聞聞，這瓶底的化學膠水都沒乾透。林晨的小畜生親口說是明代宣德爐，我押上了全部積蓄。你們這群老東西是不是想黑我的寶貝？滿口胡言！保安，保安，把這個瘋子給我趕出去！放開我！我的幾十萬，我的寶貝！林晨，你這個畜生！再敢來這兒擾亂秩序，直接移交警方處理。5萬塊。全沒了，全被林晨那畜生騙了。林晨！林晨，你敢做局坑老子傾家蕩產，老子今天就要你的命！陈哥，快跑！我攔住這幫瘋子！周虎，多行不義必自斃，你今天要是動了手，下半輩子就真得在裡面過了。給我往死裡打！出事了，老子頂着！
報警，把这些社会垃圾送进去。林先生，上车谈。我遇到个麻烦的项目，市中心有栋刚查封的民国老洋房需要清空，里面全是垃圾，但也可能混杂着旧时代的宝贝，需要借你的眼力一用。古玩行里藏龙卧虎，像聚宝阁这种大行口，随便招招手就有的是专家排队。苏总为什么偏偏找上我这个收废品的？他们那群人只会对着教科书鉴定，而我要的是能在刀尖上填写的实战派。我派人暗中观察过你，在古玩街设局钓鱼周虎，在鉴定机构利用貪婪反将一军，這種在險境中利用專業眼力掌控局勢的能力，正是我現在需要的。既然蘇總這麼了解我，那條件呢？承包費10萬，裡面的東西歸你處理，利潤咱們5-5分。蘇總爽快，這活兒我接了。蘇總，讓一個收破爛的去碰老洋房，這簡直是侮辱我們古玩行。注意你的言辭，林先生的眼力我親自驗證過。到底是誰侮辱古玩行？你手上那塊百達翡麗表盤是真的，但機芯和表帶卻是拼接的高仿貨。你胡扯！既然你這麼有把握，敢不敢現在就跟我去老洋房現場看看？我倒要看看你認不認得清什麼是真正的古董。看到沒？這就是老洋房裡拆下來的一堆發黑發臭的房梁爛木頭。你這種收破爛的，估計連垃圾和古董都分不清吧？丁，檢測到極品真罕木料，價值50萬元。蘇總，借我一把小刀。不可能，這怎麼可能？這竟然是極品奇楠！這一根極品奇楠老料，保守估計50萬往上。蘇總，讓人把那個沾滿雞屎的破碗洗出來，那是清代粉彩壓手杯，值5萬。什麼？那破碗也是古董？民國不記名黃金債券，保存完好，去銀行兌付，至少值10萬。林先生，你的眼力，我蘇清寒徹底服了。財務，立刻給林先生結清分成30萬。太好了，這下老爸的手術費終於湊齊了。大夫，手術費我全交齊了，快給我爸安排手術。太好了，陳哥，叔叔終於有救了。林晨，聽說你醫藥費交齊了，那該算算你這60萬的死賬了。你們想幹什麼？合同寫明白了，逾期違約金按天算，今天連本帶利，我要80萬。不拿錢，我不敢保證你爸能順利完成手術。放開黑哥，你找死啊！敢動我家人一下試試，我保證你連1毛錢都拿不到，大不了一命換一命。睜大你的狗眼看清楚，這是我今天一上午賺的30多萬。給我1個月，我連本帶利還你100萬。100萬？你小子口氣倒不小。條件是這1個月內，你的人敢靠近我爸半步，協議作廢，我1分不給。行，看在錢的份上，老子給你這個月。要是拿不出100萬，我要你的命！陳哥，咱們現在連吃飯都成問題，去哪兒湊那100萬呀？這不是要了咱們的命嗎？天無絕人之路，蘇總發來消息，有個大型轉運中心競標，這是我們唯一能翻身的機會。太好了！靠撿漏湊齊100萬還是太慢了。蘇總介紹的這個大型轉運中心必須拿下。林晨先生提交的資源分級回收方案，成本最低，利潤轉化率最高。我宣布，把我表弟周虎送進去，還想吃這塊肥肉？做夢！200萬的現金支票，這個轉運中心我金大牙要了。怎麼不說話了？剛才不是很得意嗎？窮逼就要有窮逼的覺悟，收破爛的就滾回大街上去撿紙殼。這轉運中心，老子今天拿錢砸，也得把它砸下來。一個破產的喪家之犬，也敢來動商會的奶酪，真是不自量力。金會長可是財大氣粗，
这小子今天臉都丟盡嘍！我現在確實無法跟金大牙抗衡，難道就這麼輸了？還愣着幹什麼？宣布結果吧！這是我聚寶閣無限額擔保書，凌晨幫我聚寶閣挽回了巨大損失，他的標我蘇清寒無條件兜底。我看今天誰敢拿錢壓他？天哪，竟然是聚寶閣的蘇總，那可是咱們惹不起的龐然大物。有了蘇總的擔保，加上林先生完美的運營方案，我宣布轉運中心由林晨先生中標。行，算你有种，咱们走着瞧！还站着干什么？还不给老子滾！蘇總，大恩不言謝，我一定會把這裡經營好，絕對不會讓您失望。別說空話，我等着看你的業績。陳哥，咱們真的拿下了，這可是上千平米的轉運中心啊！沒錯，從今天起，這就是咱們兄弟翻身的根據地。走，去咱們的新大本營看一眼。陳哥，這地方可真夠大的。用力推門。经系統升級完成，全域掃描模式已開啟。經系統升級完成，全域掃描模式已開啟。到處都是錢，這哪裡是廢品站？這根本就是一座巨大的金礦。陳哥，你站在這兒不動幹啥呢？這除了破鐵皮就是垃圾，有啥好看的？趙磊，你先去把大門從裡面反鎖上。反鎖？陳哥，這麼大的場子，咱們倆忙得過來嗎？這兒的東西要是被人看見，咱們哪怕有100條命也不夠賠的。快去！1200萬，這一件東西竟然值1200萬！陳哥，你咋了？是不是這櫃子裡有什麼毒蟲啊？快起來！你快過來，看看這是什麼？這就是個破爛鐵櫃子啊，連鎖頭都鏽死了，有啥好看的？你不懂，這櫃子裡裝的是咱們下半輩子的命。陳哥，你別嚇我，這到底是個啥東西？這不僅是發財，這東西能把咱們所有的債一把全清了。這麼值錢，那趕緊把它包好，我現在就去叫輛貨車拉回市區。慢着，這東西太貴重，咱們必須得找個絕對安全的方式帶走，不能聲張。陳哥，什麼聲音？喲，收拾的挺利索，可惜呀，從今天開始，這地方歸我了。拿下競標又怎樣？蘇清寒能幫你一次，可幫不了你一輩子。今天這院子裡的貨，沒我點頭，你連一個紙殼都運不出去。金會長，你這麼興師動眾，到底想要什麼？痛快，把轉運中心的經營權交出來。這鐵皮匣子裡的東西也歸我，我給你10萬塊，算你的搬家費。金會長，這塊肥肉你吞不下，因為這裡現在姓蘇了。
金大牙先生，我是聚宝阁首席法务顾問周正。根据我方当事人林晨先生与聚宝阁签订的股权協議，聚寶閣已持有本轉運中心30%股份。你目前的行為已經構成對企業合法權益的嚴重侵犯。股權協議什麼時候簽的？我怎麼不知道？競標當天就簽了。凌晨讓出了轉運中心30%的乾股和古舊物資優先挑選權，換取聚寶閣的全面庇護和渠道支持。金會長，你賭的不只是凌晨的場子，你賭的是我聚寶閣的場子。蘇總，你為了一個收破爛的，3番2次跟我過不去，值嗎？值不值不由你說了算。周律師，把今天的情況記錄在案。金會長如果3分鐘內不撤人撤車，立刻向法院申請经營禁令，同時起訴他和商會，罪名是惡意競業干擾、非法侵占和破壞生產經營罪。金先生，計時開始，2分58秒。算你狠，但我倒要看看你能蹦到幾天。蘇總，多謝你及時趕到。不必廢話，立刻讓他們鑑定那櫃子裡的貨。这佛像面相莊嚴，鎏金厚實，這絕對是永樂年間的珍品，完整度竟然高達90%。沒錯，這款式極具時代特徵，這件寶貝市場估值起碼在500萬以上。凌晨，這佛像我收了，正好作為今晚聚寶閣慈善拍賣會的壓軸拍品，溢價部分我們再按4-6分成，你覺得如何？蘇總眼光比我好，這價格我很滿意。好，500萬的預付轉賬，現在就轉給你，這也算是我給咱們合作的一份見面禮。磊子，立刻拿上錢，去醫院，現在就跟趙黑子把賬清了。走，陳哥，看我怎麼把錢甩在那群王八蛋臉上！你們幹什麼？這是重症區，病人現在正關鍵時刻，你們不能進去！滾開！老子今天要那老東西的命，誰敢攔着，老子連你一起办了！這裡沒你什麼事兒，趕緊滾蛋，不然打斷你的腿！凌晨那個廢材在轉運中心惹了金大牙，肯定拿不出錢。黑哥，只要這氧氣管一拔，這老東西馬上就咽氣兒，看凌晨到時候還怎麼跟咱們橫。给我上，把这小子弄死！出了事我負責。黑哥，這小子太邪門了。想要錢，拿去。錢在這裡，連本帶利100萬，1分不少，咱們兩清了。記住了，這錢是我給你的買命錢。要是再敢打我爸的主意，下次就不是欠條，而是你的骨頭。凌晨，算你狠，這筆賬老子認栽。護士長，剛才真是驚險，快幫我爸檢查一下氧氣。剛才真是嚇死我了，病人沒事兒，先讓他安靜休息吧。陳哥，這100萬咱們真就這樣給他們了？我看着都肉疼。這錢花得值，債務大山壓了1整年，今天總算徹底碎了，爸的手術也穩了。蘇總，現在都快半夜了。是有什麼急事嗎？凌晨，你快看新聞！省城齊家大少爺齊明帶人闖進拍賣會場，非說那尊鎏金佛像是現代仿品，要當眾砸了它。佛像是我親手鑑定出來的，他們這是在故意找茬。我現在馬上到。他們帶了媒體，如果不當眾證明真偽，聚寶閣在江城的口碑就徹底爛了。你必須快點。我知道了，走，去拍賣會場。別緊張，一切有我。好，不過陳哥，齊家可是省城的大世家，咱們這剛還完債，能跟他們正面硬剛嗎？行不行？進去就知道了。這就是蘇總大力推薦的壓軸拍品，我看頂多也就是個義烏銷商品。不錯，這鎏金色澤浮誇，銅鏽分布毫無規律，一看就是化學藥水泡出來的現代仿品。聚寶閣為了利潤真是沒底線。連這種破爛都敢拿來糊弄江城名流，
蘇總，我們是信任聚寶閣才來的，你拿個假貨來敷衍我們，不太合適吧？真是想錢想瘋了，連這種低劣的仿品都拿得出手，聚寶閣這牌子怕是要砸了。齊明，東西已經經過專業鑑定，完整度高達90%，你再敢信口雌华，後果自負。後果？蘇清寒，你現在自身难保，還跟我談後果？住手！一群瞎子也敢在真佛面前放肆！哟，你就是那個收破烂的，這破爛就是你撿來的，來得正好，省得我還要去找你。說它是假的，那是你們這群瞎子不懂什麼叫真佛現世。哼，年輕人，我搞古玩鑑定幾十年，你一個收破爛的懂什麼？這東西不僅是假的，而且工藝極差。行啊，別說本少爺不給你機會，你一個收破爛的倒是說說，這破玩意兒哪點是真的？要是說不出來，今天你和蘇清寒都得給我跪下！你這種靠買名牌維持排场的蠢貨，懂什麼叫古法光學折射嗎？蘇總，既然這些瞎子看不見，咱們就幫他們開開眼，關掉全場燈光，給我一盏強光手電和一盆清水。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天哪，不可能！这不可能！早已失傳的光學神技，這是真的！這種工藝居然是真的！我瞎了，我真是瞎了！開燈。齊大少，怎麼樣？是真的又能怎麼樣？你不過是個走運的破爛販子，咱們走着瞧！起拍價多少？快開始！快開始！等不及了！各位，今晚壓軸拍品明永樂宮廷鎏金銅佛像，起拍價500萬，競拍現在開始。800萬，這東西是無價之寶，我志在必得。1000萬，誰也別跟我搶，這佛像我要定了。1200萬，這種難得的孤品必須拿下。1200萬一次，1200萬2次，1200萬3次。恭喜這位先生拍得明永樂鎏金佛像。陳哥，1200萬，咱們真的做到了。這只是開始，以後屬於咱們的奇蹟還多着呢。凌晨，恭喜你，這一戰足以讓你在江城古玩界立足了。這是蘇總給的機會，接下來我要利用這筆錢，把轉運中心徹底做大。我相信你。這套設備運行效率提升了3倍，以後利潤會更可觀。陳哥，咱們現在不僅還清了債，還成了千萬富翁，這日子真是做夢都不敢想。都安排好了嗎？放心，昨晚值班的库管是我親戚，貨已經提前埋在廢鐵堆底部了，就等調查組來抓人。齊少，看來咱們倆這次都在那個破爛販子手裡栽了大跟頭啊！只要你幫我把林晨搞死，你不是本地的地頭蛇嗎？在古玩街這1畝3分地，想廢個人應該不難。只要錢到位，我能讓他林晨在這個地界徹底消失。不過他現在有蘇清寒罩着，硬碰硬不行，得來點狠的。讓他身敗名裂。這是我弄的假國寶，只要你的人能把這些東西神不知鬼不覺地塞進他堆廢鐵裡，剩下的事兒我來處理。懂了，只要他進了耗子，這轉運中心最後還不是咱倆說了算。我要讓他不僅破產，還要背着走私國寶的罪名，這輩子都翻不了身。凌晨，有人實名舉報你大肆收購並走私出土國寶，現在人赃並獲，給我銬上！你們幹什麼？陳哥從來沒有走私過任何東西，這是誣陷！林老闆又見面了，走私國寶10年起步，你這輩子準備在牢裡過吧？搜，把廢鐵堆全部翻一遍。省城古玩鑑定中心出具的權威鑑定書，白紙黑字蓋着鋼印，這幾個底可是1級文物。林晨，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天馬，1級文物，林老闆不會真幹了走私吧？我看着不像，林老闆平時收的都是廢鐵，哪碰過文物？現代化學做舊到仿品，廢鐵回收價每公斤3毛。死到臨頭還在這裡裝腔作勢，林晨，
你真以为自己有几分运气就能翻天了？这次人赃并获，铁证如山，就算苏清寒把整个聚宝阁卖了，也保不住你。下半輩子你就在大牢裡好好回味撿破爛的日子吧。你別高興得太早。科長，你就憑這幾塊爛鐵，就敢認定這是國家一級文物？有專家的鑑定書，白紙黑字，容不得你抵賴。齊大少，為了陷害我，真是下了血本，連這種地攤貨都捨得造假。鑑定書都在這兒，你死到臨頭還敢嘴硬？如果我能證明這東西是假的，今天這局你又怎麼算？如果真是假貨，這批貨我全吃下，且當場給你磕頭道歉。磊子，去庫房拿一瓶洗廁所用的強酸過來，再提一把工業電鑽。好，我現在去取。故弄玄虛，我看你能玩出什麼花樣。這怎麼掉色了？睜大你們的眼睛，好好看看，哪朝的青銅器是用現代不鏽鋼盜墓出來的？你們省城專家的鑑定書是瞎着眼寫的嗎？張科長，看來我也被那個提供線索的線人給騙了，偽造一級文物來虛假舉報，這顯然是有人在故意誤導官方，也是在故意抹黑我齊家的聲譽。對，張科長，這批廢鐵是散收上來的，肯定是交貨的底層販子動了手腳，想借齊少和文物局的手來整林老闆。林老闆好眼力，替國家挽回了一場烏龍。既然是假貨，這批廢鐵我全按剛才的賭約吃下。至於那個做局的線人，我齊家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齊大少，掐着點帶人來封我的院子，現在一句線人誤導就想把自己摘得乾淨。根據法律第243條，捏造犯罪事實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這叫誣告陷害罪。齊先生，這份鑑定書是你提供的，根據鑑定書上的編碼，出自單位是省城睾丸鑑定中心。我現在就打電話核實這份鑑定書的真偽。如果鑑定書是偽造的，今天這件事的性質就不是線人誤導了。我是市文物稽查科張建國，編號4203，請幫我核查一份鑑定書，編號 KL20240887，出具日期為本月。請稍等，張科長，系統顯示編號 KL20240887的鑑定書於上月被註銷，註銷原因是鑑定中心發現該編號被不法分子盜用，已向公安機關備案。齊明先生，偽造鑑定文書、惡意誣告陷害他人，這3件事加在一起，不是用線人2個字能推掉的。請你給我們走一趟。我是齊家的人，你抓我之前，最好先給我爺爺打個電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齊先生，帶走。陳哥，咱們又挺過來了。那個王八蛋齊明，這回總算栽了。栽不了，齊家的律師團天亮之前就能把他撈出來。他只是暫時丟了面子，齊家不會讓他真坐牢的。那咱們怎麼辦？齊明這次差點把自己搞進去，肯定不會善罷甘休。下一次他再來，咱們還能這麼走運嗎？不是每一次都要靠走運。磊子，從明天開始，你要幫我做一件事。陳哥，你說，去查齊家的底。齊氏集團在全省的生意網絡、供貨渠道、合作方名單，所有能在公開渠道查到的東西，全部整理出來。我們不只要會防守，從現在起要學會進攻。爺爺，這次是我疏忽了，沒算到凌晨那個收破爛的眼力能這麼毒。但我找的保鏢已經把所有事都扛下來了，警方那邊不會追到齊家頭上。我不是心疼你惹了事，我是心疼你惹了事兒還沒擦乾淨屁股。明天全城都會知道，省城齊家的大少爺用假貨去誣陷一個收破爛的，結果被人當場拆穿，差點自己坐進去。爺爺，那個凌晨不過是個走了狗屎運的。閉嘴！下周就是全省古玩界未來3年資源分配和免稅會額的年度龍頭檔大盤。按規矩，各家族必須拿出一件極品至寶參跑鬥寶，按價值排座次。你惹的事兒，我不跟你算賬，但你要是不能在龍頭大盤上把齊家的面子掙回來，把聚寶閣給我徹底踢出局，這齊家接班人的位置就不再是你的了。聽清楚了嗎？聽清楚了。蘇總，這是今天上午收到的解約合同，城北3家供貨商同時斷了我們的舊料供應，說要轉投齊家的渠道。還有鑑定部的張首席剛剛交了辭職信，說齊家給他開了3倍年薪。蘇總，出事了！咱們為龍頭大盤準備的那件鎮店之寶青乾隆粉彩轉心瓶，在運輸途中被人劫了。
押运車被一輛无牌面包车逼停，司机被打暈，货没了。报案了吗？报了，但警察说对方用的是假牌照，沿途监控全部被干扰，一时半会儿查不到。苏总，3天后就是龙头大盘了，咱们没有镇店之宝，鉴定团被挖空，供货渠道也断了。按照商会铁律，如果聚宝阁拿不出像样的宝贝产品，就会被强制剔出商会。一旦被除名，银行会立刻抽贷，供货商全都会来追尾款。我知道。苏总，上次你用全部身家保我，这次我替你出战龙头大盘。凌晨，斗宝大会不是捡漏。齐家请的评委都是省内古玩界的老前辈，鉴定团被挖空了，参品的镇店之宝也被劫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出战？谁说斗宝一定要用鉴定团？我一个人就够了。至于镇店之宝，只要给我3天时间，我能从转运中心8万吨物资里给你找一件比清乾隆粉彩壶更值钱的东西。你确定？我不确定的事，从来不答应。苏总，里面請。但这位，请留步。齐明，凌晨是聚宝阁的特邀鉴定师，今天代表聚宝阁出战。蘇總，鬥寶大會可不是收破爛的能來的地方。大會鐵規寫得清清楚楚，代表家族鬥寶的長眼必須持有特級鑑定師證。聚寶閣原來的鑑定團，張首席、李副首席、王高公，現在都在我齊家陣營裡。他們3個的特級鑑定師證是整個聚寶閣僅有的3張。蘇總，你告訴我，這位林先生有什麼？鑑定師證比的是眼力，凌晨的眼力在場所有人都沒資格質疑。你忘了上次在拍賣會，齊少爺是怎麼灰溜溜逃出去的？如果蘇總非要這麼堅持，大會也有破格錄取的規矩。那邊是大會的廢料區，全是歷年切垮的原石打眼的假貨，拆下來的建築垃圾。只要這位破爛王能在半小時內從那堆垃圾裡找出一件價值過千萬的寶貝，證明自己是特級鑑寶奇才，我就放他進去。要是找不出來，聚寶閣今天就給我滾出商會，連蘇總本人也不用進去。齊明，你這是故意刁難，那堆垃圾裡怎麼可能有千萬的寶貝？那就不關我的事了，規矩就是規矩，沒這個本事就別攬這瓷器活。蘇總，請吧，要麼讓破爛王去翻垃圾，要麼聚寶閣現在就交牌除名。凌晨，別中他的激將法。那塊廢料區我聽說過，全是行家們篩了好幾輪的垃圾，不可能有漏網之魚。我們再想其他辦法，大不了半小時夠了。看見沒？收破爛的就是收破爛的，見到垃圾堆就走不動道。我賭他半小時後抱着一塊爛磚頭回來。極品玻璃種帝王綠翡翠原石，內部綠肉完整無裂，預估重量15公斤以上，拍賣起步價1個億。這就是你從垃圾堆裡找到的寶貝，一塊墊桌腳的破石頭。凌晨，你這是收破爛收魔怔了！大家看看。聚寶閣的鑑定師從垃圾堆裡抱了塊墊桌腳的長台石頭出來，我齊明活了30年，第一次見到這麼不要臉的人。這石頭表皮全是死鮮，沒有蟒帶，這種料子我切過不下100塊，裡面全是白肉。年輕人，別丟人了！你要是能從這塊破石頭上開出千萬的寶貝，老子今天把這桌子嚼了吃下去。凌晨，這石頭表皮全是死選，在賭石行裡叫棺材皮，意思是裡面是死的，別上了齊明的當。師傅，借砂磨機已用，開一個窗口，切1公分深就夠了。大料，史詩級大料，這是玻璃種帝王綠，我幹這行30年，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帝王綠原石，起步價最少1億。陳哥，1個億，你白撿了1個億！各位，這塊玻璃種帝王綠15公斤無裂無慮，保守估價1.2億，夠不夠資格破格參加鬥寶大會？蘇總，走吧，內場大門該開了。各位，年度龍頭大盤鬥寶大會正式開始，各家族需呈交一件參評寶物，由3位評委根據歷史底蘊、工藝水準、市場估值綜合打分。下面請各家族首席鑑定師依次介紹參評寶物。宋代汝窯天青釉大尊，紫口鐵足，蟹爪紋開片芝麻釘燒造痕跡完整，經3位國家級專家聯合鑑定，我齊家呈報估價3個億。紫口鐵足，開片自然，釉色純正。老夫生平所見不超過5件，至少9分。宋代汝窯存世量不超100件，器型完整，釉面無損，傳承有序，9.5分。3個億保守了，上拍至少4億起步，我打9.6分，齊家總分
9.3。聚宝阁拿一塊切了窗口的原石就想來鬥寶？鬥寶大會比的是文化底蘊和歷史傳承。按大會鐵律，沒雕沒刻的原料連參評資格都沒有。大會鐵規第37條，參評寶物必須具有明確的年代考證和工藝傳承屬性。聚寶閣成交的是原石，没有年代，没有工藝，連古董都算不上，不予參比資格。這塊帝王綠原石的形成年代遠超任何古董，它的價值不需要作假來證明。蘇總，按大會規則，原石確實不在參評範圍內。如果聚寶閣無法在半個小時內提供一件符合規定的古董參賽，將被取消資格，並在商會除名。警告：檢測到罕見高能古老磁場，系統強制吸收中，吸收完畢，系統升級完成，解鎖絕對透視之眼，可瞬間看透任何物品的內部物理結構、隱藏夾層及精確制造年份。明代永乐宫廷鐵券，存世孤品，具有極高歷史研究價值與文物價值。估價3個億的宋代汝窯，老不死的，你拿一個底座用強力招上去的現代拼接破爛，也敢在江城稱龍頭？一派胡言！這尊汝窯是我等聯合省城專家反覆鑑定過的，傳承有序。你一個收破爛的，竟敢當眾污蔑我們打眼！凌晨，你為了掩飾你們聚寶閣拿不出古董參評的尷尬，連這種毫無常識的謊話都編得出來？年輕人，飯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講。質疑我齊家的鎮宅之寶，如果沒有鐵證，今天聚寶閣不僅要除名，你還要在全省古玩界公開下跪道歉。凌晨，這可是齊家的命根子，你有多大把握？既然齊家要鐵證，那我就給你們鐵證。你想幹什麼？快給我放下！保安！各位看好了，睜大你們的狗眼看清楚，這底座連接處的白色物質是不是現代環網石膠水？再看看這胎體裡面印的是什麼？這不可能，現代鋼印怎麼會是拼接的？齊老太爺，這難道就是你們齊家引以為傲的歷史底蘊？天哪，真的是拼接的，連現代鋼印都有，齊家居然拿這種一眼假的東西來參品，這下齊家百年古玩世家的招牌算是徹底爛了。被個年輕人當眾砸了場子，你這是調包，這絕對不是我們原來那尊，是你用了障眼法。調包？這尊汝窯從入場到現在一直放在你們齊家的展櫃裡，防彈玻璃連指紋都沒留緊。現在眾目睽睽之下，你跟我說是調包，齊少爺，輸不起就別玩。閉嘴！都給我閉嘴！這件事確實是我齊家鑑定團隊出了嚴重疏漏，等大會結束，我齊衛國自然會向商會交代。但這並不能改變聚寶閣拿不出合格古董參評的事實，原石就是原石，不符合大會鐵律。這場鬥寶，齊家棄權，但聚寶閣同樣算正留局。沒錯，按照規矩，如果沒有家族能拿出震懾全場的古董，今年的龍頭大盤就暫緩定奪，所有資源份額按去年的舊規矩繼續分配。齊老太爺，你這是要利用商會會長的特權強行耍賴了。齊家拿不出真東西，就要拉着我們一起出局。鐵律如山，難道你們聚寶閣還能憑空變出一件古董來不成？誰說我們拿不出來？這件東西足以壓死你們齊家所有底牌。凌晨，你是不是瘋了？拿塊壓桌布的破鐵疙瘩當古董，你真當在场的人都是收破爛的？林先生，這不過是塊普通的鑄鐵廢料，不僅沒有包漿，連最基本的器型都沒有。蘇總，請省博物館的去锈專家過來，帶上強效促锈劑和超聲波清洗仪。好，我馬上安排。故弄玄虛，我就給你10分鐘。如果這塊破鐵洗不出個名堂，聚寶閣今天就徹底從江城滾蛋。如果洗出來了，齊老太爺，我要你齊家立刻交出會長金印，從今往後在江城古玩界夾着尾巴做人。裝神弄鬼，洗破天它也是塊破鐵。凌晨，我已經在叫人準備聚寶閣的除名文書了。是嗎？那你最好多準備幾副老花鏡，免得一會兒看不清。這下面有金線，是錯金工藝，錯金铭文。天哪，這是免死鐵券的制式。看清楚上面的字：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永乐2年赐锦衣衛指揮使。这是明代永乐帝御赐的宮廷鐵券，真正的存世孤品。我的老天爺，居然是傳說中的丹書鐵券，這可是國家級的重寶啊！這種孤品居然是丹書鐵券，根本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估值至少過億，而且有價無市。先生，這件鐵券填補了明初錦衣衛歷史的巨大空白，它的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不可估量。不可能，這不可能！一塊壓桌布的破鐵怎麼會是免死鐵券？齊老爺爺，現在這件古董夠不夠資格參加鬥寶？
爺爺，快叫救護車！齐大少，別急着叫救護車，剛才的賭約，齊家是不是該兌現了？凌晨，你把我爺爺氣成這樣，還敢提賭約？齊少爺這話有意思，拿假貨糊弄人的是你們，要強行改規矩的也是你們。怎麼，齊家只許占便宜，不許輸？經仲裁組聯合省博專家一致裁定，聚寶閣成交的明代永樂宮廷鐵券為存世孤品，真實無誤。我宣布，本届年度龍头大盤的胜者為聚寶閣。鉴於齊家在鬥寶大會上提供偽造古董，企圖蒙騙商會，性質極其惡劣，經仲裁組合議取消齊家本屆及下屆產品資格，並處以商會內部嚴重警告，同時剝奪齊名本屆鬥寶代表資格。自今日起，未來3年全省古玩資源分配權和免稅額度全部歸聚寶閣所有。凌晨，你給我等着，今天的事沒完！隨時奉陪，不過下次記得帶點真東西。陳哥，咱們贏了，咱們徹底踩死齊家了。這才是剛剛開始。陳哥，蘇總那邊發來消息，那塊帝王綠原石已經進金庫了，鐵券也交給了省博物館做進一步的修復保護。咱們這次可是名利雙收啊！齊家盤踞江城這麼多年，底蘊深厚。今天雖然贏了龍頭，但齊明這種瘋狗絕不會就這麼善罷甘休。嗨，齊老太爺都吐血了，齊明就是個光杆司令，翻不出什麼浪花。陳哥，怎麼了？臉色這麼難看。有人給我發了一條警告信息。這幫王八蛋該不會盯上叔叔了吧？咱們現在就去醫院守着。別慌，我先試探一下對方的底細。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躲在暗處放冷箭，齊明，你敢動我家人一根汗毛，我讓你死無全屍。誰是凌晨？有你的同城加急匿名快件。陈哥，這絕對是齊明社的鴻門宴，他們剛輸了龍頭大盤，肯定想把你騙到郊區下黑手，千萬別去。如果是齊明要報復，他會直接動手，不會拐彎抹角留這種紙條。這個老鄭很可能是其他人。那也不能一個人去啊！我叫上10幾個兄弟，帶上家伙跟你一起去端了那個破倉庫。不行，紙條上明確寫了讓我一個人去，如果帶人，不僅線索斷了，還會打草驚蛇。他們拿我爸的安危做籌碼，如果不去，我永遠不知道齊家這種毒蛇還有多少致命的後手。行，那我開車送你到倉庫附近，我在外圍200米接應，要是半小時你不出來，我就帶人衝進去。好，今晚我就去會會這個老鄭。別動，動一下，你的大動脈就破了。齊家就派了你這種連刀都拿不穩的人來殺我。哎呦，好小子，身手夠利索的。停手，是我，老鄭。那條短信是我發的，是為了避開齊家的眼線，我是來幫你的。省文物局的稽查員，你怎麼會在這裡當保安？齊家利用江城古玩商會作為掩護，暗中向海外盜賣流失文物的利益鏈太深，你必須成功潛伏進去，拿到他們最核心的出貨賬本。我潛伏了整整10年，齊家老太爺防備太嚴密，但這次你們聚寶閣在龍頭大盤上大獲全勝，齊家大亂，齊明已經開始秘密清理外圍知情人了。那這個地方是？金大牙一直幫齊家管着這個倉庫的黑賬。他手裡有一批齊家沒來得及銷毀的出貨底單，就在這間倉庫裡。我時間來不及仔細搜查，只能把你約到這兒。齊家手段狠辣，是不會放過金大牙的。希望你能找到他，利用金大牙怕死的弱點，就能徹底定死齊家。想滅口掩蓋罪證，那我就先掀了你們的底牌。系統，開啟全域掃描。老鄭說的賬本應該就是他了。好狠的齊家，20年來竟然把這麼多的國寶當廢鐵賣到了海外。齊明，這份大禮我看你們齊家怎麼接。
大哥交代了，这倉庫裡的賬本留不得，咱們得先把尾巴燒乾淨。快倒汽油，一點灰都別留給警察。都給我分開交，貨架底層和角落一個都別放過。燒吧，燒得越旺越好。誰躲在上面？給我滾出來！賈哥，這倉庫黑燈瞎火的，不會是鬧鬼了吧？撤，快撤！東西已經洩露了，燒了也沒用，趕緊回去告訴大哥，條子來了，快跑！齊明，你個過河拆橋的畜生，老子幫你幹了這麼多髒活，輸了龍頭大盤就想拿我當妻子滅口？誰？齊明派來的殺手嗎？老子跟你拼了！收拾的挺快啊，金會長。這大清早的，準備去哪兒逃命？林晨，你他媽還敢單槍匹馬找到我這兒來？老子今天先弄死你墊背！你現在自身難保，還想殺我？齊家輸了龍頭，你幫他們做的那些見不得光的髒活，現在全成了你的催命符。昨晚去燒倉庫的那些廢物，你應該收到消息了吧？你覺得齊明會放過一個隨時可能泄密的活口嗎？就算齊明要殺我，老子手裡也捏着他的把柄。你手裡還有沒來得及銷毀的原始出貨憑證，交出來，我保你一條活路。你怎麼可能找得到那個夾層？齊明已經派人去燒倉庫了，下一個要燒的就是你。你現在除了跟我合作，還有第二條路嗎？原始底單和轉賬記錄都在我的加密保險櫃裡，但必須保證我的人身安全。處長，這是齊家20年來利用商會渠道走私文物的全部原始底單，上面都有齊衛國的親筆簽字和資金流向。這裡面是齊明親口指使我買假青龍鼎陷害林晨轉中心的電話錄音，我全招了。但我要求立刻啟動污點證人保護程序。只要證據確鑿，警方自然會按程序辦。把人帶下去，暫做取保候審處理，安排專人24小時盯控保護，立刻抽調精幹力量，兵分2路，查封齊家城外中轉倉庫。琛哥，金大牙那種唯利是圖的小人，他交出來的東西真能徹底扳倒齊家嗎？萬一他又被齊家買通，反咬咱們一口？不用信他人品，信他怕死就足夠了。齊家這座看似不可撼動的大廈，地基已經被金大牙這隻老鼠給徹底咬空了。今日上午，市文物機處採取突擊行動，緊急查封了位於城外的一特大舊中火倉庫。這個反骨的畜生，把我供出來！該倉庫他竟然敢幹！廢物，連個小混混都處理不乾淨，齊家要毀在你手裡了！醫生，快來人！劉副庭，是我齊明，林晨把金大牙那條線捅破了。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立刻從省城施壓，必須把這件事給我強行壓下去。聚寶哥必須死，林晨必須死。齊明，文物稽查處已經立案，硬壓是不可能的。但那個林晨最大的靠山是蘇清寒，只要把蘇清寒從江城踢走，林晨就是個任你揉捏的廢品販子。您的意思是？省裡明天就會下發一份強制調令，把蘇清寒調到省城封閉培訓3個月。江城沒了聚寶閣的庇護，你怎麼弄死那個收破爛的，就看你齊大少的本事了。多謝劉副庭，齊家的孝敬明天會翻倍送到您的私人賬戶。帶上所有人去金大牙藏身的那個破面館，我要他見不到明天的太陽。齊少發話了，看到裡面的人直接剁了，給我砸！齊明，你他媽真要趕盡殺絕呀！救命！警察同志，救命啊！齊家派殺手要剁了我！幹什麼呢？站起來說話！我手裡有齊家走私國寶的核心底單，我把齊家底褲都抖出來，我要立功，我要活命啊！琛哥，道上剛傳來的消息，昨晚金大牙的廠子被齊明的人砸了個稀巴爛。金大牙人呢？連夜跑到城南派出所報案投案去了。聽說把齊家的那些黑賬倒豆子似的全給吐了，現在整個稽查處全員出動，齊家這次是真的要完蛋了。齊明做事心狠手辣，但他不是傻子。金大牙投案，齊家肯定會受到風聲。齊衛國在省城經營了這麼多年，背後的保護傘絕對不會看着齊家就這麼倒掉。今天肯定會有大事發生。琛哥，你是說齊家還能翻盤？證據都交上去了。證據有用的前提是上面有人願意查。蘇總，這是省城文化系統總局剛用專線傳真過來的加急死命令，要求您立刻交接江城的所有工作。好一個工作需要！齊家這是動了省城的高層關係，要釜底抽薪。
凌晨，齐家在省城动了高层关系，我被调离了。省城的调令，齐家为了对付我，连省城高层的关系都动用了。刘副厅亲自签发的封闭培训令即刻生效。齐明想把我支开，彻底切断聚宝阁对你的资金和渠道后援。苏总，你要是走了，江城的盘子肯定会被齐家生吞活剥的。咱们拒绝调令吧，抗命只会正中刘副廷的下怀，让他有借口直接查封江城聚宝阁。我假意服从调令去省城，从表面上切断跟你的联系，但我会在外围动用总公司資源，直接策反劉副廷的政敵。江城的局面，你得一個人撐住。只要你那邊能拔掉劉副廷這把保護傘，江城這邊，齊明一根毛都別想從我手裡拿走。10天內，我一定把省城的天翻過來，保重。喲，蘇總這大包小包的，是趕着去省城深造啊！一路順風，江城的破爛攤子，我齊家替你收了。齊明，別笑得太早，小心咬到舌頭。凌晨，你最大的靠山滾蛋了！從現在起，整個江城沒有任何一家廢品站、任何一個車隊敢接你的單。靠山？我凌晨能站在這裡，靠的是我自己的眼睛和雙手。傳我的話下去，全面封殺凌晨的轉運中心，誰敢賣他一根鐵絲，就是跟我齊家作對。好啊，我倒要看看齊大少這手遮天的本事，能遮幾天。趕緊結清尾款，齊家發話了，以後我們不跟你們合作了。大家別急，合同還沒到期，你們現在斷供是要賠違約金的。違約金，齊大少替我們掏，今天必須把賬結清，不然我們把你們這破廠子砸了。排好隊，拿上你們的合同，去財務室結賬。想走的，我凌晨1分錢不欠你。好，這可是你說的，大家排隊拿錢。陳哥，咱們賬上的流動資金要是全結了，轉運中心連明天的電費都交不起啊！沒有貨源，咱們就徹底癱瘓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把賬結清。明天跟我去最底層的廢品廠，咱們去泥沙裡淘真金。陳哥，全結清了，江城所有中大型廢品廠都跟咱們斷了聯繫，現在轉運中心連一張紙殼都收不到。齊明掐斷了中層供應商，那我們就去他看不上的底層。城西郊區那些三不管的黑廢品填埋場，齊家的手伸不到那麼長。城西填埋場那裡全是工業重度污染廢料和生活垃圾混合物，連正規回收站都不要的東西，去那兒能收到什麼？廢料和寶物只有一線之隔，帶上現金，把3輪車開出來。好，我這就去發動車子。老闆，我想進廠子收點工業廢鐵，按噸結算，現金支付。你是轉運中心的凌晨吧？是我。走吧。齊家昨晚派人打過招呼了，連我們這爛泥溝裡的廢鐵也不准賣給你一塊。你要是進了這扇門，我這填埋場明天就得被推平。齊明這是要把我們趕盡殺絕啊！連最底層的廢料都不給留。老闆，我不收廢鐵，我只收齊家絕對看不上眼的東西。除了廢鐵廢銅，這裡面全是有毒的化工廢紙和廢舊機械，齊家看不上，你收去吃啊。我就收那些沒人要的廢舊電機和報廢的重型鍋爐，按廢鐵價的2倍給你，現結。行。反正那些破爛堆了3年都沒人要，只要不是廢鋼廢銅，齊家也找不着我的麻煩。你們自己進去搬。陳哥，這些鍋爐都鏽傳底了，裡面全是重金屬沉澱物，咱們花2倍價格買這個，不是做虧本買賣嗎？閉嘴，仔細看。丁檢測到高密度稀有金屬反應，鎖定目標：報廢重型鍋爐內蓋夾層。磊子，咱們翻身的本錢找到了。這3個鍋爐，連同底下那層防潮鐵板，我全包了，立刻結賬。痛快！我這就要調車來給你們裝車。凌晨，你還真是條好狗。中層市場斷了你的糧，你就跑到這臭水溝裡來撿垃圾吃。齊明，你們齊家的手伸得也太長了吧！我齊家想封殺的人，就算是下水道裡的老鼠，也別想吃到一塊發霉的餅乾。老闆，這3堆爛鐵我出3倍價格，你敢賣給他，明天我就讓環保局封了你這塊地。林老闆，這錢我不賺了，你們走吧，我惹不起齊家。齊大少，3倍價格買幾塊生鏽的爛鐵，你齊家的錢是大風刮來的。老子有錢樂意，就是砸在水裡也不給你留一條活路，裝車拉回我齊家的廢料廠。既然齊大少這麼喜歡收破爛，那這3個鍋爐我就讓給你了。希望你回去切開的時候別哭得太大聲。給我盯死他！他在這廠子裡摸過任何東西，全給我高價劫富，絕對不能讓他帶走一根針。陳哥，你剛才不是說那是翻身的本錢嗎？怎麼就這麼拱手讓給齊明了？那3個鍋爐確實裝了東西，不過裝的不是金子，是高濃度的化工強酸廢料結晶。他齊明不是喜歡截胡嗎？讓他帶回去慢慢洗，
那你刚才發呆是在看什麼？鍋爐只是障眼法，真正的東西被壓在這堆鉛皮底下。價值8000萬。北子，找幾件破舊的大衣裹上，塞進3輪車底盤，咱們回家。退後。陳哥，馬上就切開了。大清內務府庫金，120塊。金，全都是金磚。陳哥，咱們發財了，這得值多少錢啊？8000萬現金流，足夠我把齊明在江城的封鎖網撕個粉碎。裝包，去黑市。好家伙，這麼大批量的清代官庫金磚，林老弟，你這是把故宮的地磚給刨了？彪哥，足金9成色，底部內務府官印清晰，全是硬通貨，120塊。我不需要走拍賣行洗白，我要全部換成不連號的現金和海外不記名賬戶資金，折損2個點，今天之內交割完畢。林老板夠爽快，這批貨我全吃了，8000萬資金2小時內全部到賬。資金到賬後，立刻幫我匿名全款買下江城最大的10家物流車隊和周邊3市的獨立廢鋼回收渠道，我要絕對的控股權。你這是要直接掀了齊家的桌子啊？行，有錢能使鬼推磨，包在我身上。林總，資金全部到位，我們已經以多家離岸公司的名義成功收購了江城周邊10家最大的重卡物流車隊，而且周邊3個市的獨立廢料供應商已經全部簽了獨家供貨協議。齊家在江城的封鎖令對外地根本不管用。通知所有車立刻去周邊3市拉貨，今天天黑前，我要轉運中心的廠子被廢鐵堆滿。是，我立刻去辦。齊大少，有何指教？你個王八蛋，你故意設局陰我！那3個破鍋爐裡裝的全是高濃縮廢酸，我的人剛切開就被燒傷了。環保局現在正在封我的廠子。我好心讓給你的寶貝，你怎麼不識貨呢？齊大少，這份大禮喜歡。別得意，我告訴你，你在江城收不到1分錢的貨，你的轉運中心今天就得徹底破產。我現在就帶人去接收你的地盤。走，出去迎接咱們的齊大少。林晨，滾出來！你這破地方今天歸我齊家了。齊大少。強賣這套在江城已經行不通了。死鴨子嘴硬，看看你這長滿草的破院子，一輛拉貨的車都沒有。我數3聲，帶着你的狗馬上滾蛋。時間剛剛好。這不可能！全江城的車隊都不敢接你的單，你從哪兒弄來這麼多車和貨？瞎了你的狗眼！這50輛重卡，連帶周邊3市的廢鋼護員，全都被我們陳哥全資收購了。你封鎖了江城，那我就把江城外圍的全部買斷。現在除了我，1兩廢鐵你也別想運進江城。你哪來這麼多資金？蘇清寒已經被調走了，你不可能拿到錢，這合同肯定是假的。你以為我靠的是聚寶閣？齊明，你永遠不懂什麼叫真正的實力。所有車隊進場卸貨，誰敢擋路，直接攆過去。攔住他們！給我攔住！廢物，連個收破爛的都壓不住。林晨現在壟斷了周邊3市的貨源，我們齊家的冶煉廠已經面臨全面停工的絕境。爺爺，林晨肯定是用了非法手段套現，只要切斷他的運輸路線，他貨運不進來，照樣得死。省城的劉福廳已經被蘇清寒牽制住了，我們現在的手段不能太出格。再惹出亂子，誰也保不住齊家。管不了那麼多了，我就在半路上設卡，雇道上的人去扎他的車胎，燒他的貨。我看他有多少輛車能經得起耗。陳哥，第一批廢鋼已經全部入庫，咱們的現金流徹底盤活了。齊家的冶煉廠因為斷貨，股價今天一開盤就暴跌了5個點。齊明這隻狗被逼急了，絕對會跳井，他肯定會在公路幹線上動手腳。凌晨。我已經拿到了劉富挺違規干預江城商會以及包庇齊家走私國寶的核心賬目證據，10分鐘後實名遞交省紀委。齊家在省城的保護傘終於要塌了。齊家的走私證據我也會同步抄送給江城的公安經偵和文物稽查處，準備收網。好，我在江城徹底掐斷齊家最後的一口氣。林總，出事了！咱們在國道上的3支重卡編隊全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用釘子針逼停了。他們現在正拿着鋼管砸咱們的車，肯定是齊明幹的。這孫子玩不起陰的就來這套，我這就帶兄弟們拿家伙去國道支援。讓他們砸，通知所有司機，人立刻離開駕駛室，絕對不許起衝突。
全部用行车記錄儀和手機把那幫人的臉清清楚楚地錄下來。可是林总，那3車貨都是最值錢的特種鋼材啊！那是齊明最後的瘋狂，立刻報警，就說齊家指使黑惡勢力破壞交通大動脈，數額巨大，故意毀壞財物罪加上涉黑，我要齊明自己把手銬戴上。這就是劉副長長期利用職務之便，包庇齊家走私文物、收受巨額賄賂的全部轉賬記錄，包括他違規簽發調令的簽字文件。蘇清寒，你這是偽造證據誣陷我！我簽發的調令是正常的工作安排。劉副廳，請跟我們走一趟配合調查，在調查期間停止你的一切職務。劉副廳已經被紀委帶走了，齊家在省城的所有特權全面凍結，相關的經濟犯罪證據，省里已經直接下發給江城警方了。劉道，齊明在國道上砸車，我也已經報了警。凌晨，幹得漂亮！明天我回江城看齊家覆灭。陈哥，省城保不伞倒了，走私證據也交了，齊家這回死定了。江城經偵和文物局的人估計已經到齊衛國的辦公室門口了。好戲正式開場。齊衛國，省文物稽查處聯合公安經偵部門現正式對齊氏集團涉嫌重大經濟犯罪與文物走私立案偵查。這是你的限制出境通知書，在案件調查期間，你必須隨叫隨到，不得離開江城半步。你說什麼？我爸被限制出境了，經偵全面接管了集團賬目，全完了，齊家這回是真的完了。凌晨不給我們留活路，那就別怪我。大少爺，現在到處都是警察，咱們不想跟着我死，就給我幹完這最後一票。去車裡把家伙拿出來，跟我去康復醫院。你们干什么？开始时间已经過了，不能隨便進去。滾開！少他媽廢話！別管他，動作快！給我把凌晨他爸的病房門砸開！老東西，算你命不好，生了個喜歡多管閒事的兒子。凌晨，聽聽，這是哪裡的警報聲？齊明，你敢動我爸一下，我要你的命！半小時內不到康復醫院，你就等着給你老子收屍！磊子，齊明去了醫院，開車用最快的速度。你來得挺快啊！退後，再往前走一步，我就鬆手。齊明，放了我吧，你要什麼我都給你。我要齊家恢復原狀，你能給嗎？老子今天就要讓你嘗嘗失去一切的滋味！凌晨，你他媽也有今天！鬆手吧，你跟着老東西一起摔下去，我就徹底贏了！你做夢！齊明，你涉嫌綁架、故意傷害、涉黑尋釁滋事，現在將你正式拘捕。凌晨，齊家還沒倒，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叫醫生，快！病人受到劇烈驚嚇和輕微缺氧。好在搶救及時，沒有生命危險，需要立刻轉入特護病房留院觀察。陳哥，你的手在抖，
左臂被碎玻璃劃開了，流了好多血，先去處理一下傷口吧，一點皮外傷，沒事。齊明這次被抓個現情，綁架加上故意傷害，人證物證俱全，這酸子跑不掉了，夠他喝一壺的。齊明是跑不掉了，但齊家還沒完，齊衛國還在外面，齊家的核心產業還在，只要這頭百足之蟲還有一口氣，就會想方設法翻盤。凌晨，叔叔怎麼樣了？我一看到江城警方的通報，就連夜趕回來了。搶救過來了，人沒事。齊明已經被特警直接押回市局連夜突審，他下半輩子只能在裡面踩縫紉機了。省城那邊的情況呢？齊衛國有動作嗎？你讓老郑拼死帶出来的那本黑賬，已經把齊衛國走私文物的底褲扒得一乾二淨。省厅專案組半小時前已經出發，直奔江城齊家老宅。走，去齊家老宅，我要親眼看着這棟百年違建徹底倒塌。喂，老李，你可是省里的一把手，这次你無論如何得幫我把齊明保下來。衛國呀，上面的風向徹底變了，劉富廷已經被雙規，你那本20年前的走私黑賬就擺在專案組的桌子上，我都自身難保了，你好自為之吧。老李，我們幾十年的交情，你收了我多少？落井下石的混蛋！老爺，不好了，外面全被閃着警燈的車包圍了，大門已經被他們撞開了。慌什麼？我齊家在江城扎根100年，我看誰敢動我！齊衛國，我們是省廳專案組，現以涉嫌組織跨國文物走私、行賄等多項重罪，對你進行正式拘捕。你們有什麼證據抓我？我是江城古玩商會主席，我要見你們領導。這是文物局特調員鄭建國同志臥底10年提交的完整賬本，上面每一筆出境的工業廢料都有你的親筆簽字。鄭建國，那個在城外倉庫看了10年大門的甘壽保安，帶走，封鎖整棟齊家老宅，所有賬目藏品就地查封。那不是齊老太爺嗎？平時出門都是8個保鏢開道的，怎麼被戴上手銬了？連省廳的車都來了，大門上貼的全是封條。齊家這回是徹底倒了，再也翻不了身了。他引以為傲的100年基業，今晚連一塊磚都帶不走。這棟宅子的燈整夜都不會滅了，但江城古玩界的毒瘤算是連根拔起了。鑑於齊氏集團齊衛國齊明涉嫌嚴重刑事犯罪，已被依法批捕，齊家名下所有產業已被全面查封。現在進行表決，提議永久開除齊家商會成員資格，並剝奪其所有業內資源份額。請舉手。我同意，齊家這些年壟斷資源，作惡多端，早該把他們踢出去了。既然大家全票通過，那麼從今天起，江城古玩界的規矩將由聚寶閣和林氏轉運中心重新制定。蘇總，商會這邊算是徹底乾淨了。2碗牛肉麵，慢用。掌櫃的，聽說你以前在道上混的，怎麼幹起這小本買賣了？都是過去的事兒了，配合警方端了走私團伙，立了點功，減了刑。現在我覺得，這揉麵的日子比刀口舔血踏實多了。陳哥，喝口熱茶。齊家的那些冶煉廠和老倉庫都貼得死死的了，這事兒總算是徹底翻篇了。齊家是翻篇了，但我剛才收到了老鄭發來的一條短信。老鄭，那個臥底稽查員，他不是歸隊立功受獎去了嗎？發了什麼？就4個字，物歸原主。物歸原主什麼意思啊？齊家的贓物不都上繳國庫了嗎？林老板，海關那邊退下來一批被查扣的舊集裝箱，全是生鏽的破鐵皮，給您拉過來了。卸在3號庫。警報，檢測到流失海外100年之國重器紫金級絕世國寶現世。磊子，叫上所有安保兄弟，立刻封鎖3號庫，一隻蒼蠅都別放進來。所有安保立刻到3號庫集合，快！從現在開始，沒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得靠近這扇門。今天3號庫的事兒，誰都不准往外傳。明白，林總，鑰匙給您。陳哥，這堆東西看起來就是普通的海體廢鐵，你剛才那表情是不是發現什麼了？你看這裡，這層鐵鏽不是自然生成的。啥意思啊？自然海水腐蝕形成的鐵鏽，紋理是均勻的網狀，
但這個坑洞邊緣太規整，是人為鑿出來的。有人故意在這件東西表面塗了一層厚鐵锈，讓它看起来像普通廢鐵。拿促锈劑和超声波清洗仪过来。来了来了！陈哥，你看，有纹路露出来了。检测对象：西周中期青铜器残件，铭文片段记载周穆王37年诸侯会盟于洛邑，保存狀態：表鏽覆蓋約85%，內部結構完整度97%，建議完成全部去修後深度鑑定。磊子，找一卷乾淨的軟布來，把這幾塊生鏽的地方輕輕包起來。今晚我一個人處理它。收到。王37年，諸侯會盟於洛，賜金百料，作寶貴，子孫永保用。明天來看。西周中期青銅隼，從銘文內容和器型判斷，這是周穆王時期用於記錄重大會盟儀式的禮器。銘文裡寫了諸侯會盟於洛，這段歷史在現有史籍裡是空白。我有2個判斷：第一，它的學術價值遠超市場價值，這件東西如果發表，足以填補西周中期王室外交史的一段空白；第二，齊家是怎麼把這東西走私出境的？不是齊家走私的。昨晚我查了一下海關退運單的備註，這集裝箱是5年前從東南亞某港口截獲的，當時認定是工業廢鐵，扣留後一直積壓在海關倉庫。齊家盜賣的文物大概率藏在同一批貨裡，但這件被人為做了偽裝，海關當年沒有檢測出來。那齊家知道這東西的存在嗎？從它被封在鐵鏽殼裡的程度看，至少15年以上沒人動過它。齊家當年可能只是把它當成普通銅料混進了走私貨櫃，根本沒發現裡面是國寶級的青銅器。看這個鑄痕和銘文排布方式，絕對是西周中期王室作坊的標準工藝。目前存世的銅類器物，沒有一件銘文超過20個字，這件不低於40個字。洛這個地名的寫法，跟國博一件西周早期青銅盤完全吻合。這東西要是上拍，底價不低於這個數。上什麼拍？科研價值比拍賣價高100倍，老教授們知道會瘋掉的。林先生，你這件東西怎麼處理？如果捐給國家，流程怎麼走？你確定要捐？這可不是普通物件，保守估計私下出手的價格在8000萬到1個億之間。確定。捐給誰？怎麼辦手續？請2位幫我聯繫一下。子孫永保用，那就該讓子孫都看到。林先生，這件東西如果正式鑑定，我初步判斷，它是目前已知的西周中期銘文器皿中字數排進前5的禮器。我想確認一下，您是否有意願將它捐獻給國家博物館？我願意。我替國博青銅器研究部感謝您。這一功值了。你昨晚在辦公室做到幾點？你怎麼知道？趙磊說的。他說你辦公室的燈凌晨3點還亮着。我在想一件事兒，從開始到現在，我撿了很多東西，有值錢的，有不值錢的。值錢的都賣了換錢還債翻身，不值錢的要麼捐了，要麼留着了。但這件它不一樣，它被裹在鐵鏽裡，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多少年。如果我沒在廢品堆裡發現它，它會被送進熔爐，重新煉成廢鐵。5000年的東西，差點變成一塊工業廢料。所以你現在覺得不能讓他再冒這個險了？放我手裡，萬一哪天轉運中心失火被盜，我賠不起。放在國博，那才叫子孫永保用。林先生，按照國博的流程，捐贈儀式將在1個月後舉行，屆時會有正式的頒證環節，也會對媒體的報道做適當引導，尊重您的意願。儀式我去，媒體報道就說民間愛心人士，名字不用寫。好，依您。陳哥，我剛才算了一筆賬，這東西如果按周主任說的改寫歷史來定價，市場價值根本算不出來。你說捐就捐了，我心裡有點說不上什麼滋味。磊子，咱們之前賣東西換錢，是因為我爸需要救命，現在債還完了，我爸出院了，轉運中心不籌錢了。這東西要是再賣錢，咱倆跟齊家有什麼區別？
明白了，陈哥。周主任那边说，捐赠仪式的日期定了，下个月15号，省博物馆大礼堂，省文物局和国博方面都会派人出席。他问你是否需要在仪式上安排发言环节？安排吧，我有几句话想说。行，时长控制在3分鐘以內。3分鐘夠說啥呀？夠說謝謝了。陈哥，食堂今天做红燒肉，給你留了一份。你吃了嗎？吃了。陳哥，你說句實話，這事兒你真的一點都不後悔？後悔肯定有一點點，但你知道後悔的時間有多長嗎？多長？1秒鐘，就是今天周主任說改寫歷史的那1秒。那1秒過去之後，我就想明白了，錢這個東西賺夠了就行了，但是能讓5000年前的東西活過來，這個錢買不到。我這邊已經跟省博物館確認了流程，捐贈儀式當天，你上台接過證書，然後說3分鐘的話，之後有一個簡短的參觀環節，你的青銅器會在省博特展出首次對外亮相。好。凌晨，有件事我想提前告訴你，這次捐贈儀式，省裡可能會把你的故事作為民間文物守護的典型案例上報，到時候可能會有媒體採訪。採訪可以，不過我只談那件青銅器和那輛3輪車。3輪車的事兒，你說了800遍了。那就再說800遍。各位來賓，今天我們將共同見證一件流失海外多年的西周中期青銅重器正式回歸國家博物館館藏的莊重時刻。下面有請捐贈人林晨先生上台。林晨先生，感謝您為國家文物事業做出的貢獻。國博青銅器研究部已經確認，這件青銅禮椅將對西周中期歷史研究產深遠影響。您不僅是江城古玩界的驕傲，更是全省民間文物守護者的榜樣。這是我應該做的。我沒什麼高深的話要說，我以前是個蹬破3輪收廢品的，現在還是，只不過現在我有個大一點的廢品廠。今天我站在這裡的理由只有一個，我在一堆差點被送進煉鋼爐的生鏽鐵疙瘩裡認出它。這件青銅器外部被裹了足足2厘米厚的人工鐵鏽偽裝，如果我眼瞎，它現在已經化成鐵水澆進了哪個工地的鋼筋籠裡。3000年前的人耗盡心血鑄造這件重器，不是為了讓它變成鐵水，而是為了讓後世子孫記住這段歷史。我把它送回國家，是因為只有國家才能真正做到子孫永保用。我說完了，謝謝。這塊牌子足夠讓齊衛國在裡面再吐幾口血了。這是他欠這個國家的。陳哥，你說當年住這頂的諸侯，要是知道這寶貝差點被當廢鐵賣了，棺材板壓得住嗎？壓不住也得壓。走吧，回去還得幹活，別忘了那批要捐給山區的書。陳哥，不對勁，保安怎麼一個都不在？林先生，我們老闆有請。你們他媽是誰？敢來陳哥的地盤撒野？哼，不知死活的東西！我不管你們老闆是誰，在江城是龍得盤着，是虎得臥着。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看來你們老闆見不得光。林晨，你捐給國博的那尊青銅器，原本是我們霍克基金會的貨，你敢斷我們的財路？霍克基金會，原來齊家背後那個海外走私集團的買家就是你們。林先生久仰大名，你在江城的一系列操作非常精彩。別廢話，齊家已經完了，你們的走私線也斷了，找我幹什麼？林先生，那尊青銅器你已經捐了，木已成舟，但我相信你的轉運中心裡絕對不止這一件寶貝。1000萬美金，只要你肯接替齊家，利用你的眼力和轉運中心與我們合作，這只是定金，甚至我還可以給你全家辦理移民。1000萬美金？你以為我是齊明那種賣祖求榮的畜生嗎？我告訴你，祖宗傳下來的東西
一件都不能少。敬酒不吃吃罚酒。林晨，你真以为自己是不可触碰的民族英雄了？在这荒郊野岭，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打断它的四肢，然后把它扔进江里餵魚。动手！不许动！警察，全部抱头蹲下！你们这群海外老鼠，真以为我省厅10年的布局是吃素的吗？你一開始就是個誘饵。從那幾個雜碎去轉運中心找我開始，我就知道你們急了。我不過是配合老鄭，陪你們演完這最後一出戲罷了。這叫引蛇出洞。海外霍克基金會涉嫌跨國走私、非法武裝潛入，下半輩子在中國的大牢裡慢慢反省吧。帶走。鄭局，江城這盤棋，這回算是徹底清盤了。各位同行，今天是我們林氏轉運中心和聚寶閣正式合併，成立陳閣文化保護集團的大日子。真沒想到啊，咱們這些平時被人看不起的收破爛的，居然也能跟着林總成立這麼高大上的集團，可不是嗎？自從林總捐了那個國寶，現在連文化局都給咱們這些廢品站發放了文物初步篩查點的認證牌子，咱們現在也是有編制的護保人了。林總，這是省裡特批的大國工匠文物保護示範基地批文，以後你們就是咱們省文化保護的門面了。絕不辱命。在這個時代，有人在廢品裡尋找黃金，為了利益不擇手段，最終身陷囹圄。而我們從遺忘裡打撈文明。這塊底足的胎土密度不對，用碳14再測一遍，必須確保修舊如舊。林總，您的眼力簡直比機密儀器還要準。這半年，咱們中心已經向國博輸送了300多件有研究價值的文物了。將軍，老李頭，你這步棋可走臭了。老林啊，你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家林晨現在可是全省的大名人，身價多少個億了，你這福氣咱們羨慕不來嘍。什麼億不億的，錢夠花就行。我最自豪的是他守住了老祖宗的根，沒給我丟臉。蘇總，海外那家安保公司想高薪挖我過去當總教官，開的條件那叫一個誇張。怎麼，趙總監動心了？拉倒吧，我趙磊這輩子就認陳哥這一個大哥，給我個金山我也不去。行了，別在這兒表忠心了。晚上帶上你媳婦兒去我四合院吃飯，我爸親自下廚燉了肉。好嘞，我這就去通知我媳婦兒。騎士集團徹底清算了，所有的非法所得全部充公。劉副廳在裡面也交代了所有的罪行，一切都結束了。是啊，結束了，但我們的路才剛剛開始。陳哥，咱們現在集團這麼高大上，你非把這破車擺在最顯眼的地方，不知道的還以為咱們破產了呢。要不咱們換個純金的雕塑？留着它，那是咱們的根。沒有這輛3輪車，就沒有今天的陳閣集團。它比任何純金雕塑都要貴重。快來快來，飯都好了。陳哥，你說咱倆當初要是沒推那輛破車出門，現在在幹嘛？可能在別的路口
推着別的破車。從廢品中尋找財富，在遺忘裡打撈文明，這就是我凌晨的簡陋人生。